哇！我操！这种进攻我们没有见到，是第一次。注意看，老外误打误撞击倒了中国选手铁英华，台下的马来西亚人民瞬间炸裂，直接站起来为他们的民族英雄鼓掌欢呼。殊不知，铁英华接下来的表现却让他们再也笑不出来。为何铁英华在擂台上如此勇猛？那是因为中国教练在赛前遭到了越南赛事方的羞辱，甚至还想用锁技降服中国队教练。出国打个比赛容易吗？还要遭受对方的各种挑衅和瞧不起。愤怒的铁英华当即就冲上了擂台。年仅19岁的铁英华内心早就种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对待外籍选手有着一个别样的愤怒心情。打起架来也是往死里打，不留任何情面，谁来求情也没用。他所迎战的对手是本土的民族英雄艾迪。别看他年龄比铁英华大了7、8岁，其实这家伙不仅实力强，名气也很高昂。从一个越南国籍转到马来西亚国籍，而且还成为了马来西亚本土的民族英雄。一路走来有太多坎坷，对于铁英华来说，击败艾迪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铁英华是如何暴打艾迪。请长按3秒点赞，比赛开始。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的首府新山市体育馆为您转播男子67公斤级私人赛的半决赛的第2场，红方是来自大龙翔俱乐部的铁英华，是50分的中国勇士，而蓝方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民族英雄艾迪。如果50分的观众朋友们您经常收看我们节目的话，你对这个年仅19岁的搏击小将铁英华并不是很稚嫩，而是一位成熟老练的搏击新锐，在国内已经斩获了5战全胜，所以赛事方看出了铁英华的搏击天赋，则是派出铁英华来到马来西亚客场打比赛。不仅仅是首次为国征战，而且还是首次奔赴外国赛场，不免会有一些紧张与拘束。艾迪，我们这场是一场硬仗。我们通过这个开局来看，今天这个艾迪要比他2年前，就是更加硬朗。但是小虎铁英华有他的杀人特点，那么他的特点就是他的出拳速度很快，有很强的杀伤力和力量。我想在这场比赛里面，铁英华要利用他的拳法来进攻对手。因为这个艾迪呢，他练过泰拳，在马来西亚练过泰拳，他的腿还是很硬。面对铁英华刁钻且不留情面的进攻，艾迪也是被打的且战且退。不过铁英华丝毫不退让，拿着拳头就开始猛压艾迪内围做动作。长时间的火力对拼，也是让艾迪意识到了不对劲。不管艾迪实施什么样的进攻动作或者是限制动作，铁英华都可以对艾迪做出很多有效进攻。AK 再度联手合作，目的想通过这种私人赛来选拔出更优秀的选手。今天这个艾迪也是有边的他比2年前打的更加的油滑和聪明。因为在今天的比赛规则当中，膝是可以上头的。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艾迪利用一个膝上头的动作，虽然空了，但是我们感觉到艾迪今天的战术打法要丰富。今天铁英华进攻要更主动、更猛，这种猛是利用你的拳法。我们看到小虎铁英华回合还剩下最后的10几秒，铁英华的进攻攻势依然不减。反观成熟老练的艾迪，则是需要熟悉比赛节奏，不然很难实施出来较为难以破解的招式。然而铁英华可不管这些，直接逼近艾迪内围就开始发起主动进攻。已经倒计时，还剩最后的10秒。这场比赛打得很硬双方打得很硬。第一局比赛时间到了，在第一局比赛的最后10秒钟，双方都在寻找机会，尤其是小铁英华。这是铁英华在我们武林风比赛里面通过2年来，他的进攻的一种秘诀和杀手锏，就在每一场比赛的每一局的最后的10秒钟来。Round 2， 观众朋友，第2回合开始了。铁英华不愧是年轻人，打起架来也是非常符合年轻人的脾气，一言不合就是逼近艾迪内围做动作，3下2下就把艾迪打得喘不上来气。反观艾迪的抗压能力也很强，即便是铁英华发起大举进攻，艾迪都能在保证自己的安全下对铁英华发起反击。不过这些反击对铁英华来说就像是挠痒痒一样，
力量比较大，技术说不是那么的细腻在进攻上。而铁英华在第一比赛里面，他的这个杀手锏拳法还没有发挥出来，尤其在后手拳。对，哇，这种进攻我们没有见到，是第一次。小虎被激怒了，小虎要发挥出武松打虎的那种狠劲儿，因为在埃迪在自己的主场马来西亚的新山市体育馆里面，刚才用了一个我们在比赛当中很少用的那种怪招，从来没有见过的怪招，一下把艾迪为了来到马来西亚学习武术，连越南国籍都不要了，这些怪招是还挺不错，最起码让艾迪扭转了一点局势。调整好状态的铁英华再次对艾迪发起猛攻，连续的拳脚进攻打得艾迪陷入了不知所措。反应很快的啊，马上调整自己的战术，对，利用后手的直拳终击对手。我们说这就是武松打虎的力量。在第一局比赛里面，我们曾经说，马来西亚的艾迪在和2年前吴林峰第一次来到马来西亚金钟峰那场比赛不一样的原因，就是他在今天比赛里面的战术变化丰富了。那么这种丰富表现他的诡秘的战术应用上，尽管他的进攻的比赛路线并不是很细腻，但是他的战术体系还是很丰富的。刚才他在第2局比赛里面利用一个我们说跃跃欲试的艾迪就是不敢对铁英华发起进攻，反观铁英华绝对是敢打敢拼，寻找到进攻就会猛扑艾迪内围做动作。遭到反抗的铁英华也没有因此而退缩，而是继续对艾迪发起猛攻。看来艾迪的好日子要到头了。他的这种防守的节奏，你让他占据主动。20 seconds。现在艾迪打得很聪明，我不跟你拼节奏啊，我就是一板一眼的给你。10 seconds。当然，铁英华他这个右膝关节的受伤也或多或少影响了今天铁英华的技术发挥。回合结束了，铁英华的表现确实让在场的马来西亚人民感到震惊。如此年轻的小伙竟然有如此高的爆发力，打起架来一点都不含糊，一点都不惧怕眼前这个资历较深的老拳王。高频率的出拳出腿也让这位艾迪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制力。Third and final round。我们是在马来西亚新山市体育馆为您转播。第3回合开始了，铁英华直接就采取了重拳出击战术，即便艾迪退出了进攻距离，那又如何？铁英华的步伐紧跟也是给足了艾迪压制力，跑不掉的艾迪不仅打不过铁英华，而且连防守都防不住铁英华所打出的进攻。时间正在1分1秒流逝，铁英华手握的大比分优势越来越明显。上局要快，因为你一板一眼的来给铁英华打的话是不行的，毕竟这是艾迪的主场，他和2年前的进攻的力量完全不一样了。那么要想占据场上的主动，只有把比赛节奏带起来。毕竟这个艾迪的年龄要比铁英华大在体能上，铁英华占据一定的优势，这是要把比赛节奏带起来。因为打进第3局，艾迪肯定在体能上是会有所这个下降的。如果你要是一板一眼慢慢打，艾迪的这种体能，他就下降了。拳坛老将的慢节奏在铁英华眼中特别不堪一击。快节奏的打法不仅可以占据比赛的主动权，而且还能掌握比赛节奏。铁英华的出拳出腿绝对是快准狠。面对如此凶猛的战术打法，艾迪很快就有点抵抗不住。摇摇欲坠的艾迪只能通过搂抱来防守。出进攻的速度和拳法，他在比赛当中体现出一个快、一个猛、一个虎劲儿。但是我们看到今天铁英华他虎虎生风的打法，现在被这个艾迪给控制住。而且他又来一个，看到这就是艾迪的杀手锏，我们一个侧手翻的动作。
那么在第2局比赛里面，曾经艾迪用过这种技术，使得这个铁银华并没有反应。哇，一个冲拳，对，上节奏，铁银华，快点！慌不择路的艾迪最终被铁银华一脚爆头 KO。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慢节奏打法在快节奏打法面前连提鞋的资格都没有。毕竟铁银华比艾迪小了最终有8岁，年轻气盛的铁银华自身的实力也很强，对付一个小小的民族英雄还不是绰绰有余。太漂亮了！哇，还有45秒，太漂亮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winner. 这样的话，常裁判邱明阳为了保护艾迪，最终铁银华 KO 了艾迪，获得了4人赛冠军。此次为国出征，不仅为中国搏击打了一场漂亮仗，而且还荣获了至高无上的荣誉。大家感觉铁银华打得好的话，请多多点赞，让更多人看到铁银华的硬气。